马克龙说到做到，开始干涉欧盟队伍军援，同时阻止波兰获得资金补偿。大家好，我是肖玉华。摆脱美国控制，不要掺和中国台湾问题，这是马克龙访华结束以后对欧洲说出的话。只不过话音刚落，欧盟里面的第一个刺头就出现了。为什么不能做美国的附庸呢？波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波兰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，马克龙的欧洲独立自主言论听起来很好听，但是这意味着欧洲将要与美国切断联系，把重心转移到中国，这完全就是在朝自己脑袋上开枪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波兰总理认为欧盟如今好不容易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，是美国带他们走出了困境。欧盟在俄罗斯身上已经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另外，波兰最近一名官员还提到，如果乌克兰战败，那么中国第二天就会武统台湾。结合波兰援乌的积极性，就知道波兰还想在台海问题上指手画脚。波兰这么作死的原因也很简单，针对马克龙的言论，美国的议员发出威胁，如果欧盟要独立自主，那么美国会第一时间撤走在欧洲部署的力量，专心来对付中国。至于已经被惹怒了的俄罗斯，欧洲自己去想办法。波兰作为反俄的急先锋，已经把俄罗斯彻底得罪了个遍，自然清楚美国走了以后，俄罗斯肯定第一个就找自己的麻烦，加上与俄罗斯历史仇恨的原因，波兰只能在作死的道路上一错到底。所以马克龙呼吁的欧洲独立自主，不干涉台海问题，波兰一个都不会答应。当然了，波兰的态度其实也在意料之中。这次最令人惊讶的还是马克龙的态度。被美国议员威胁后，马克龙似乎受到了刺激，再次放出狠话。他在荷兰的一次演讲上，马克龙直言，这是我们的欧洲，这是我们的宝藏，给人的感觉就是马克龙这次是来真的，不是喊喊口号而已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波兰就遭殃了。据波兰通讯社报道，欧盟最近一笔20亿欧元的弹药援助计划被法国组织。与以往的援助不同，由于欧盟此前多次表示，欧盟国家的弹药库存开始见底，这次欧盟给乌克兰的不是自己生产的弹药，而是花钱买来的弹药。这笔钱动用的是欧洲和平基金，20亿里边有10亿是用来补偿那些援乌积极的欧盟国家，比如波兰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弹药，就可以从中获得资金的补偿。另外10亿则是用于联合第三方国家采购新弹药。由于需要全体欧盟国家同意，法国的一票可能让该计划泡汤，但是美国肯定会要求波兰的援助不能停止。如果欧盟的补偿计划被法国阻止，意味着波兰的援助全部都是白送，没有任何的补偿。除此之外，欧盟和波兰之间本身还有一笔750亿欧元的资金纠纷，理由是波兰没有达到欧盟要求的民主标准。所以现在如果不给波兰补偿，欧盟可能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马克龙很明显是想把欧洲独立自主进行到底。虽然乌克兰最近嚷嚷着要反攻，但是目前欧盟的弹药库存也真的见底了。马克龙的意思估计也是想表达，欧盟不是不能援助乌克兰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，不能因为乌克兰想要什么，欧盟就给什么，而是欧盟给什么，乌克兰要什么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